大家好，我是陈海安，欢迎来到颐养晚年。今天这期内容分量可能比您平时看的养生视频加起来都重，不谈虚的，就谈谈您口袋里那张天天见，却可能一直被大材小用的宝贝，您的敬老卡。我想先问您，您手上的敬老卡，平时都拿来干什么？十有八九的朋友会告诉我，不就是一张老年公交卡吗？坐车不用花钱。如果您对这张卡的认知就停留在免费坐公交上，那陈海安要惋惜地告诉您，您亏大了。每年都可能从指尖放走了几千甚至上万块本该属于您的钱，错过了无数让生活更方便、更有尊严的福利。这张被99%的人都低估了的敬老卡，其实是一把被政府悄悄塞到您手里的万能金钥匙。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庞大的优待福利体系，您不知道，不等于它不存在，只是因为没人系统的给您讲过，所以这些好处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的和您擦肩而过。今天，陈海安就要把这个盖子给您彻底揭开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如果您觉得说的在理，如果您不想再错过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权益，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小忙。还没关注颐养晚年的朋友，请您现在动动手指，点一下屏幕上的红色关注按钮，再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们只做一件事，用您能听懂的大白话，帮您守住钱包，护住健康，让您的晚年生活更有底气。好了，咱们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，咱们首先得把这里面的门道讲清楚。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卡片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？您可以把您的敬老卡想象成一个超级智能钥匙。以前，咱们出门，兜里要揣老年证，要揣身份证，要揣银行卡，要揣公交月票，甚至去某些单位办事还要带各种复印件，一大摞东西，又容易丢，又麻烦。政府为了方便咱们老年人，把这些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到了这一张小小的芯片卡里。它不仅仅是您年龄的证明，更是您作为一位对社会做出过贡献的长者，在年老之后，整个社会对您表达敬意的权益凭证。只是这个凭证上附带的很多权益大门平时都关着，您需要有人告诉您门在哪儿，钥匙怎么用。今天，我就充当一回这个引路人，帮您把这扇门一扇扇推开。我要重点给您讲讲敬老卡最核心的5个隐藏功能。这5个功能如果用好了，我给您算一笔账，每个月给您的生活省下5000块钱，我一点不夸张。5000块是什么概念？是您和老伴一个月吃饭的菜钱，是能给孙子多买几罐好奶粉的钱，是您偶尔想买件新衣裳，下顿馆子时，不用再犹豫半天的那份从容。第一个隐藏功能，我把它叫做躺在您口袋里的移动取款机。很多长辈可能从来不知道，或者说从来没想过，您手上这张敬老卡本身就可以是一张银行卡，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升级换发的第3代敬老卡，卡面上都明明白白地印着银联的标识和一组19位的银行卡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政府每个月、每季度发给您的那笔钱，无论是高龄津贴、居家养老服务补贴，还是一些特定的困难补助，早就不是您想象的那样，需要您亲自跑到社区排队签字领现金了。不是的，时代进步了，这些钱都是通过国库直接支付系统，精准、安全的打到您这张卡的金融账户里的。所以，各位长辈，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您的敬老卡，仔仔细细看一看，如果卡面上有银联标识，恭喜您，这可能是一张被您遗忘的存折。您需要做的就是拿着您的身份证和这张卡，去卡面上印着的那个银行网点，跟柜员说，同志，麻烦您帮我激活一下这张卡的金融功能，我再查查里面有多少钱。就这么简单，一笔可能已经被您遗忘的财富就被您找回来了。这笔钱是政府给您的尊老金，是您应得的，一分一毫都不能少。第2个隐藏功能，我叫它畅行无阻的城市通行证。我刚才说了，很多人对敬老卡交通功能的认知还停留在免费坐公交上，这没错，但远远不够。随着这些年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，咱们的福利范围也大大拓展了。现在，在很多大城市，
您的敬老卡已经是一张全市交通一卡通了。怎么理解？就是您不仅能免费坐公交，还能免费坐地铁。以前坐地铁麻烦，要走人工通道，要走很远，还得把卡从套子里拿出来，等工作人员查验，人多的时候挤来挤去，非常不方便。但现在，只要是更新了系统的城市，您的敬老卡直接就能像年轻人的交通卡一样，在地铁闸机的感应区滴一下，闸门打开，您就能昂首挺胸地走进去，方便快捷，而且全程免费。这不仅是省下了每次几块钱的地铁票钱，更是一种被现代社会温柔接纳和尊重的感觉。这还没完，在一些公共交通发达的城市，这张卡还能免费坐有轨电车，坐过江轮渡，坐市郊铁路。您想想，以前您出门可能只敢在家门口转悠，因为远了不方便，车费也贵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这张卡给了您一张全程通用的通行证，您可以去城市的另一头看望老友，可以去新开的湖边公园遛弯，可以带着老伴坐轮渡看江景。这种生活半径的扩大，这种精神世界的丰富，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吗？当然，它也能用金钱衡量。您算算，随便坐一趟地铁来回就要7、8块，一个月下来，是不是好几百就省下了？第三个隐藏功能，我把它叫做随时能逛的文化大观园。咱们退休了，时间多了，总得找点乐子。很多人喜欢去公园，没错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您这张卡的门票减免功能范围远比您想象的要广得多。在很多城市，您只要亮出您的敬老卡，或者刷卡通过，就能免费进入的地方，远不止公园，它包括图书馆、博物馆，甚至是某些名人故居。这些地方，平时一张门票动辄几十上百，但对于持敬老卡的长者，大部分都是免费开放的。这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太大了。周末或者寒暑假，您可以带着孙子孙女去科技馆，让他们看看最新的科技成果，在玩乐中学到知识，您不用再为买门票心疼。下雨天或者天热的时候，您可以和老伴去图书馆，找个安静的角落看看报纸杂志，吹着免费的空调，享受着安静的氛围。逢年过节，可以去博物馆看看新出的展览，感受一下历史和文化的熏陶。您看，当别人还在为去哪里消磨时间、花钱买票发愁的时候，您已经拿着这张卡，把整个城市的文化场馆都变成了您的后花园。这不仅省下了钱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您的晚年生活从枯燥的过日子变成了丰富的享生活，陶冶了情操，开阔了眼界，也拉近了和子孙辈的距离。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第四个隐藏功能是很多长辈想都想不到的，我把它叫做雪中送炭的法律保护伞。咱们过日子风平浪静当然好，但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碰上点揪心事？比如遇到家庭纠纷，遗产怎么分才公平？比如想写一份遗嘱，不知道怎么写才有效。再比如万一哪天遇上什么不公平的事儿，想找律师打官司，可那高昂的律师费一开口就是几千上万，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。这时候您的敬老卡就能派上大用场，您知道吗？在很多城市，只要您是持有敬老卡的老年人，您就可以去市区2级的法律援助中心享受绿色通道服务。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子，比如涉及请求支付赡养费、抚养费，请求支付劳动报酬，或者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民事权益等，法律援助中心会优先受理，优先指派律师为您提供完全免费的法律服务，帮您打官司，维护您的合法权益。即使您的案子不一定完全符合免费援助的条件，凭这张敬老卡，在很多法律服务机构，您也能享受到咨询优先、费用减免的优待，比如公证处可能会给您减免一部分的公证费用。您想想，这哪是一张卡，这分明就是政府在您背后给您撑起的一把保护伞。当您遇到困难，感觉孤立无援的时候，这把伞能为您遮风挡雨，告诉您，您的权益有国家替您兜底。这个功能咱们最好一辈子都用不上，但一旦用上，它帮您挽回的可能就不只是几千块钱，而是一个家庭的安宁，一份晚年的尊严。
第5个隐藏功能，我把它叫做千金难买的医疗绿通卡。咱们年纪大了，身体是头等大事，免不了和医院打交道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？一大早赶到医院，挂号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，站的腿都发软，心里还着急。缴费窗口又是长长的队，取药窗口还得排，看一次病，大半时间都耗在排队上了。这时候，请您一定别忘了口袋里的敬老卡。按照国家规定和地方政策，所有医疗机构都应当为老年人提供优待服务。在很多医院的门诊大厅、挂号收费窗口，您仔细找找，一定能看到贴着老年人优先、优抚对象优先、70岁以上老人优先字样的窗口。这时候，您别再老老实实的跟在年轻人后面排队了，您就大大方方的走过去，拿出您的敬老卡，跟工作人员说一声：同志，您好，我是老年人，请问能在这个窗口优先办理吗？工作人员一定会热情的接待您，在挂号、缴费、取药这些环节，您都能享受到优先服务，大大缩短您的等待时间。您别小看这个优先，当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每1分钟的等待都是一种煎熬，能早1分钟看上医生，早1分钟拿到药，早1分钟回家休息，这种被照顾、被礼让的感觉，比什么都暖心。这也是整个社会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咱们长者的敬意和关爱。这张卡在关键时刻就是您最贴心的医疗绿通卡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相信您已经开始心跳加速，迫不及待的想去翻翻自己那张卡了。但是我必须在这里给您泼一盆冷水，给您拉响一个警报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比前面讲的福利更重要，因为福利是摆在台面上的，但如果您因为踩了下面几个雷区，导致这些福利享受不到，甚至原有的资格都被取消，那您就亏大了。这就是典型的知道的晚，不如知道的全。这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雷区，叫做卡没激活，一切福利都是零。我刚才提到的金融功能、交通升级功能，都不是卡一发到您手里就自动开通的。新卡就像一部崭新的智能手机，出厂时功能强大，但您得先开机、插卡、激活，它才能真正用起来。很多长辈，特别是以前用惯了老式老年证的长辈，拿到新卡后，往抽屉里一放，或者往卡套里一塞，就当公交卡用了，根本不知道还需要激活这道手续。结果呢？卡里存的津贴1分没取出来，坐地铁的新功能一项没用上，白白浪费了好几年。所以，我再次强调，如果您发现您的卡上有银联标识，或者您听说了可以免费坐地铁，但自己还不行，您一定要马上去办这件事，带着您的身份证和敬老卡，去一趟卡面上指定的银行网点，跟柜员说激活金融功能，去一趟您家附近的社区服务中心，问问工作人员，同志，我这个敬老卡坐地铁的功能开通了吗？需要怎么操作？把这2件事办了，您的卡才算真正活了。第二个雷区叫长期不用，功能自动休眠。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坐公交时刷卡，机器没响，反而提示音说请延期或者无效卡。司机师傅会告诉您，阿姨，您这卡该年审了，或者该延期了。这是因为敬老卡作为一种专用的社会福利卡，为了防止被冒用、盗用，它的功能不是永久有效的。通常它的有效期是2年或者3年，到期后需要您本人去办理一个简单的延期或者激活手续，才能继续使用。怎么延期呢？现在很多城市的公交车刷卡机本身就具备延期功能。当您听到请延期的提示时，不用慌，您只需在同一个机器上再刷一次卡，系统就会自动为您办理延期，有效期又从当天开始往后延2年。如果车上办不了，或者您不放心，您也可以去街道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，或者公交公司的服务网点，工作人员1分钟就能帮您办好。千万别等到上了车才发现刷不了，尴尬不说，还得自己掏钱，耽误事。第3个雷区是针对随子女去外地生活，或者出国探亲的长辈的，叫人户分离，资格被销。这是个非常容易被忽视，但后果又很严重的问题。
咱们很多长辈退休后为了帮子女带孩子，可能去了北京、上海，甚至去了国外，一去就是好几年。您一定要记住，咱们所有的社会福利，包括敬老卡、高龄津贴，甚至包括您的医保待遇，都是和您的户籍紧紧绑定的。如果您长期不在户籍地居住，甚至因为长期在国外，导致户籍被迁出，那么您名下的一切福利都会随之暂停。等您再回来，想恢复这些资格，手续会非常繁琐，中间断掉的钱也是一分都补不回来的。所以，如果您有长期外出的计划，建议您一定要提前去您户籍所在地的社区问清楚，告诉他们您要出去多久，问问需要办什么手续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住您的资格，比如是否可以通过视频方式进行年审，或者是否有特殊的备案流程。千万不要想当然的一走了之，最后因小失大。第4个雷区，可能您想都想不到，叫卡面破损，信息失效。咱们很多长辈爱惜东西，把卡放在贴身口袋里，或者挂在脖子上，时间久了，卡片难免会有磨损、折痕，甚至消磁。您可能觉得卡还在，能用就行，但您要知道，咱们的敬老卡里存储着您的身份信息和金融信息，靠的是那张小小的芯片和磁条。如果卡片物理损坏严重，比如芯片被磨花了，磁条被折断了，那您在刷卡乘车、进公园、去医院挂号时，机器就可能读不出信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金融芯片损坏，您在银行可能也取不出里面的津贴。所以，请您现在就检查一下您的敬老卡。如果发现卡面已经破损，别犹豫，也别嫌麻烦，赶紧带着您的身份证和旧卡，去您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，申请换一张新卡。花一点点时间，就能避免以后更大的麻烦。您看，把这些雷区都排除了，咱们才能真正高枕无忧地去享受那些福利。那么，除了我刚才讲的这5大功能，咱们普通人还能怎么把这张卡用到极致呢？再给您支几招。第1招叫主动问询，您别等着别人来告诉您有什么福利，您得主动出击。下次去社区办事的时候，或者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，顺便就问一句，同志，咱们这儿最近对老年人有什么新政策吗？我这敬老卡还能享受哪些我没想到的优惠？您这一问，往往就能问出新门道。比如，有些社区的老人食堂，刷敬老卡就餐能有补贴，一顿饭便宜好几块。比如，有些理发店、澡堂子是政府的为老服务定点单位，刷敬老卡能打折。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存在于您的生活中，只有主动去问，才能把它们串起来。第2招叫多留个心眼，平时看电视、看报纸、听广播的时候，多留意一下关于老年人的新闻。政府出台任何惠民新政策，都会通过这些渠道宣传，您看到了就记下来，或者让子女帮您查一查，看是不是和自己的敬老卡有关。现在很多政府的官方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都有专门的为老服务板块，里面会把所有的优待政策都列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您不会用智能手机，就让子女帮您关注一下，把重要的信息读给您听。说到底，这张小小的敬老卡承载的不仅仅是每月省下的几千块钱，更是一种社会温度，是国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恩与回馈。我们年轻时流汗出力，为国家打下基础，现在我们老了，国家强大了，用这种方式反哺我们，让我们共享发展成果。这笔福利是寒冬里的炭火，是风雨中的伞。物价在涨，生活不易，但好在国家和政府始终惦记着我们，我们不能让这份惦记，因为我们的不知道、不了解而被锁在卡片里。每月多省下几千块，或许不能让我们大富大贵，但能让日子过得更从容、更有尊严。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时，心里更有底气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敬老卡隐藏福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把这些功能都用上了，生活一定会发生美好的改变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陈海安。最重要的是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最关心的家人、老战友、老邻居。您的一个小小举动，或许就能帮他们解开疑惑，
每月省下几百上千块，享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温暖。最后，我想对每一个看到这里的朋友说，还没关注颐养晚年的朋友，请您一定要点一下关注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是陈海安，我会一直在这里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说最通俗的话，守护咱们的养老钱，守护咱们的晚年幸福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